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时。今天要聊一下说话的艺术。你们有没有发现，说话的方式可能会对人生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呢？不管怎样，最好还是用一种有益的方式说话。你同意吗？这次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主要讨论说话中的赢家和输家。这本书推荐给那些感觉在谈话中失去了什么的人，以及想要学习有益的说话方式的人。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通常会考虑到地位、年龄、性别等因素，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作者认为说话的方式更为重要。通过正确的说话方式，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中获利而不亏损。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分享处理与朋友和工作相关的情况的一些建议。首先，学会聆听是至关重要的。在处理朋友和工作相关事宜的情况时，了解的方法是关键。请尽情欣赏下面的观点。倾听别人说话是很重要的事情。这里我将解释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当对方开始说话时，要成为倾听者。比如，考虑与朋友聊天的情况，当朋友提到上周去烧烤时，作为好的听众，我们可以回应：“哦，烧烤吗？最近确实没去过，已经有2年了。”这样的回应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我们在乎对方的话题，而不是转移到自己的经历上。第二个观点是，听完对方的所有话后再提问，不要在对方说话的过程中考虑自己要说什么，等到对方讲完后，再根据对方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分享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展现我们的关注和尊重。在私人和工作生活中，使用正确的说话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希望这些建议对大家有所帮助。记得用有益的言谈方式来取得成功。听别人说话并不容易，对于那些觉得自己不擅长倾听的人来说，可以从假装听开始，只需简单的点头。比如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家人过来说话，不要完全忽略，而是试着用一些肯定的回应，比如首先，当你有想法冒出时，可以迅速记下来，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忽略掉，而是记录在备忘录上，等对方讲完后，再认真听取对方的话，然后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像作家村上春树先生所说，仅仅通过倾听女孩的故事就能变得有吸引力。奇怪的是，只是倾听对方的故事，对方就会觉得和你合得来，容易交流，最终可能认为你很有趣。请务必培养倾听的态度。之前已经提到过，就是在提问之前先倾听是很重要的。然而，过度提问会让对方感到疲惫。当对方开始分享时，有些人可能会一直提问，比如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方是怎样的人等等。不断的提问会打断对方的谈话，这并不是一种良好的沟通方式。提问是表现出热心倾听的方式，但不要过度。在人际关系逐渐亲密的过程中，适度的提问是了解彼此的重要方式，但前提是确保自己真的在认真听对方说话，否则对话就会变成简单的问答。避免像上课一样提问，而是保持一种询问的态度。当听到对方说冲浪是一种爱好时，可以回应啊，冲浪啊，很棒啊，请继续说，这样对方就会自然地深入谈论。这是一种双方都能受益的方式。这篇文章关于沟通，强调了专注于以对方的步调倾听对方的谈话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些无论如何都想问的事情，可以礼貌地说，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在打断对方之前，请说抱歉并征得对方同意，这会给人留下好印象。作为一种技巧，可以通过重复对方的话并提高语调来提问，而不显得像是在问问题。比如，如果对方说冲浪是他的爱好，你可以回应冲浪啊，真不错，你是在千叶吗？这样会使对话更加流畅。在不显眼的提问中，避免让对方产生警觉，可以顺利继续对话。这是一种有益的沟通方式。总结到目前为止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与朋友相处的方式。在与朋友相处的这一章中，我们选择了2个观点进行解释。第一个观点是共同考虑并分享朋友的烦恼。想象一下朋友向你倾诉的场景。当朋友说出自己的困扰时，你可以以同理心的心态回应，比如我能理解你的困扰，但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回应能够表达出共鸣，使对方感到被理解。
说出牢骚或咨询烦恼的人是在寻求共鸣，希望通过得到共鸣来稍微得到宽慰。但有时候，表现得非常热情的同时，却可能让对方感到疲劳。这就是这种交流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说，使用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之类的安慰方式其实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的话会让对方感到被忽视。比如，当你对某个困扰进行倾诉时，得到的回应是工作就是这样的，家庭也是这样的，这样的问题很普遍。这样的安慰对于你而言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如果对方还把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那么你可能会觉得不再愿意倾诉下去。在接受困扰咨询时，作者提到了2个有效方法。首先是不要给出建议，这与之前提到的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有关。经常见到的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在生活咨询中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比如结婚这种事，然后轻率地给出建议，或者结婚就是这样的，我第一次离婚的时候也是这样之类的话。这样的建议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因为对方可能会觉得，你怎么能理解我的处境呢？你的情况和我的又不一样，所以建议绝对不能给。重要的是，要与对方一起思考问题，展示出关心对方感受的态度，而不是仅仅给出建议。另外一个是，在对方把问题全部说完之前，不要谈论自己的问题或给出建议。有些人可能会在听了对方一点时间后立即分享自己的经历或给出建议，但通常这样的时机过早。如果你确实有需要分享的经历，最好等到对方的问题全部被聆听后再说。第2个坚持原则是不追问，比如面对被拒绝的情况，不要追问为什么拒绝我；在街上突然被搭讪时，不要追问你是什么样的人等。禁止使用逼迫的口吻，对方尽量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你却不由自主地将好奇心放在第1位，这就是不正确的问法。在对方看来，为什么可能并不重要，他们可能只是想讲述自己感到害怕的经历，但却被你打断，让他们感到自己的问题被无视。关于烦恼咨询，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大多数情况下，答案在咨询者自己心中已经确定，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实际上，在咨询的过程中，对方往往已经明白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是需要有人引导他们逐步解决。因此，最终对方可能明白，只有逐个解决眼前的问题才是唯一的办法。这种帮助对方自己说出问题的过程，正是终极的烦恼咨询。不给出建议，不追问，这就是得益于有效交流的原则。接下来是第2个原则，纯粹的用赞美表达自己的情感。善于赞美别人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有时候你虽然用心赞美了别人，但对方未必会高兴，甚至可能因此而生气。实际上，表达赞美的方式也有得失之分。在公司里，想象一下前辈和后辈之间的场景。前辈说，刚才的谈判做得很好，多亏你，我们成功签下了合同，真不错，你的销售才能真是了不起。这样的表扬往往是有失偏颇的，失败的关键在于看似居高临下。在职场上，对后辈的销售业绩进行赞美，就好比对大联盟的大谷翔平说，你的棒球真不赖。这样的赞美就好像在判断一个专业球员的专业技术时，这是理所当然的。被上级评价说你真行啊，会让人感觉好像是被上级从高处冷静的评判，可能会产生你算什么东西之类的想法。那么，得体的赞美是什么样的呢？对于前辈可以说真了不起呀，前辈确实厉害。这样的话虽然可能让前辈感到语言贫乏或者过于直接，但至少不会让人感到不悦。这是因为真了不起是一种后辈真实感受的表达，而不是从高位进行冷静的评判。真了不起是可以接受的。对歌手说你唱得很好等这样的赞美，可能会让人误以为在进行评价、判断、批判，这是因为这些表达中夹杂了上位的眼光和评价判断。这时候对于是否擅长销售，是否能胜任工作，这是否能够发表言论，则取决于发表言论的立场。而感受到的事情，任何人都有资格说出来，好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动，而不是用好和坏这样的评价词汇。以喜欢或不喜欢的态度进行评价会更有利。有些人常常使用表面上是建议的措辞，比如那部电影挺好看的，你应该去看看，或者那家拉面挺好吃的，你可以尝试一下等。在这些话语中，
透露出上位的评价或建议。与其这样，不如使用纯粹的言辞，比如那部电影挺有趣的，我觉得很好看，或者那家拉面我挺喜欢的。这样用纯粹的说法，对方会感到更愉快。这是一个小细节，但请务必注意意识到这一点。接下来，我们来总结第2章的内容。本章讨论了与朋友相处的2个要点：一是与对方一起考虑解决问题和共有困扰；二是纯粹的心情来赞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3章，讨论在工作生活中常见的情况下的处理方法。为了你好，这样的话虽然可以说，但实际并不好。这个说法通常会招来反感，因为其中包含了谎言。如果你好的话，最好别说这样的话，因为对方可能会反感。这些谎言充斥的说教最好不要进行。最明智的做法是避免进行这种充满谎言的说教。例如，对于那些说我觉得没问题，但你可能会生气，我觉得没问题之类的人，最好别说这样的话。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会更好。实际上，比起那些说我为你好而实际上讨厌的人，更容易得到信任和被接受的人是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使用虚伪的为了你好，而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说法更加得心应手。希望我们都能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更好地学会与人沟通交流。这就是我们这期的知识点，希望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